709。这钥匙是我在小区里捡的。 没事啊，你怎么突然起来了？爸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爸爸在加班啊。爸为什么总是加班？爸爸现在不是升职了吗？啊，所以爸爸很忙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没事，快回去睡吧啊！妈妈也困了，妈妈就想睡觉了。妈，睡觉。 你还真辞职了？姐，怎么了？急急忙忙的。 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如果所有人都在骗我，我希望你是那个唯一能跟我讲真话的人。林伟跟秦山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是吧？你还是没跟我说真话。姐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想过，我真想过要跟你说的，我都找姐夫聊过了。 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我真的是怕你难过，我才不说的。你要是真生我气，那你骂我也行啊。你要是难过的话，你就哭出来，行不行啊？在这儿哭啊？20岁的小妹妹在这儿哭。 别人会觉得那是真性情，会让人同情。我这个年龄在这儿哭，别人会觉得是更年期提前了。姐，不用安慰我。有一点我很清楚，女人过了30以后，面对很多事情，都要学会咬牙坚持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不用故作坚强吧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 去找他哭，找他闹，让他给我解释。那我觉得到头来，我得到的更多是可怜、同情，还有更大的伤害。姐，你别这样，你这么冷静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今天韩志杰跟我说起来他父亲去世的事儿。 让我想到了妈妈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小，对好多细节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那一大块的记忆，我还是印象很深的。第1天好像觉得没什么，第2天、第3天才开始难受。 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在面对突如其来伤害的时候，一开始都是阵痛，都好像很容易过去，后来才会变成沉痛。这种伤痛会随着时间，让你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难受。姐现在这个情况，
应该还属于阵痛吧。如果我连这个阶段都扛不过去的话，那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是吧？姐，爸不是说我陪我2个月的吗？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爸爸现在不是刚升职吗？在他这个位置上，很难准时回家的啊。那也不能出尔反尔啊！我要给他打电话，然后打电话。哎呀，别给爸爸打电话，故意捣乱啊！妈妈去把爸爸接回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快去呀！等你们回来啊。行。老公，我已经在你公司楼下等你了。我现在没在公司，在其他地方开会呢。你在哪儿啊？我来接你。不用，一会儿我自己开车回家就行了。小莫那边说不过去，他非要让我来接你，早点回去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来接你，我可以等着，你忙你的。我们在太湖会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来。我们离那儿距离不远，应该比他先到。对不起啊，秦深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我们这次重新在一起了，我就认定你不会离开你的家庭，所以我有什么好抱怨的，对吧？老婆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开车来接我啊？走吧。你不是说开车来的吗？我在外边怎么没看见你的车呀？啊，本来是说开车去的，后来大家说，等会议结束以后可能想喝点酒，所以我就没开。以后我接送你上下班。小莫怕你不守信用，让我监督你。既然已经决定要接你下班了，那就上班一块送吧。要不然你早上把车开走，晚上车怎么回来呀？不用吧，老婆。那你绕来绕去多麻烦啊！送完小莫再去你那儿没多远。不用那么麻烦，等我回家，我向小莫保证，我以后按时回家。小莫才不信你呢，这是他交给我的任务。你放心，你要如果真有事儿，我也不会硬拉你走，我等。老婆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开始。秦山，依林，怎么今天这么有空送你老公来上班啊？哦，不是今天，我以后天天都得送。我儿子下命令了。有孩子就是好。就是，就算他不听我的，也得听孩子的。你这说的我都羡慕嫉妒恨了。又别啊，凭你这条件，什么样的找不上啊？可是我就是不想找。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哎，别人再好呢，也是别人的，你呢老看着就是一个看客。我觉得你还踏踏实实的自己找一个，要不然我帮你物色物色，哎，免费的。哎呀，我这人呢就喜欢当看客，
这个老话不是说吗？旁观者清，我可不想进去当个糊涂人。你要是喜欢呢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但是看客就是看客，可不能老惦记着登台啊。啊，那就看我想不想登台了。啊，那可不是你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好，老公，那我6点半接你，好吗？这一下。哎，不许喝那么多咖啡啊，要不然你的胃硬上不了了。知道。哎，秦深，回头我从我老公那儿要一个电话号码，啊，来，慢点啊，他是不是什么都知道？秦总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尽管吩咐，秦总。你中秋节跟我过。中秋节我岳父要请我们吃饭，这个事是早就定下来的。那就更得跟我过了。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节，我特怕过节，尤其是中秋节。可是依林不一样啊。他有孩子，你们一大家子人，多好啊！林伟，我真的实在不想一个人过节了。你不是说他最近看你看得挺紧的吗？而且我们都没有时间在一起。不是，那这事儿我怎么跟他说呀？不是公司每年都有中秋晚会吗？我都已经跟他说了，我把这事给推了。那要是推不掉呢？今年情况不一样，你不是刚升了职吗？老公，你们还没散呢？那我就不等你了，我先睡了。你们好好玩吧，别喝太多酒啊，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儿。好，你过来。吃月饼，赏月色，读书时候的感觉都回来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能上去待会儿就更好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不是刚才给你打电话，随你什么时候回去都行嘛。我还是回家吧。行，那你回去吧。林伟，谢谢你陪我过节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
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。这个我是清楚的。1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。咱们俩之间起码的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。
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买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网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。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啊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青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莲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青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莲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，被沦为弃妇的故事。
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爸，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题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
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回了。哎呀，你这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。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他没来找过我，也没给我打过电话。那要不要一块儿找找去？我怕他到时候见到我，他会更生气。里面，哎，跟依林的事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就我小莫和依林，还得靠你们多照顾。姐夫，谢谢你们了。就是那天过生日那事儿啊，你也别想多了。等那事过去之后，我再约你纪念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如果找到他，给我发个短信。哎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想起我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。那时候特别崇拜我姐，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给新生致辞，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。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，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，觉得她特大方、特漂亮。那时候林伟啊，就站我旁边。那时候他看他的眼神，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，就是下辈子他也不会放手。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？你说，我姐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，就等于选择了一种命运？一凡，我觉得你应该现在想一想，你姐还会去哪儿？我姐不是那种断了还留着念想的人，所以她一定不会再去他们两个曾经去过的地方。有一地儿，好久没去过了。在那儿呢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使劲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过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
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的挺明白了吗？走吧。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儿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，别再琢磨这个。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吗？我不需要。依林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如果要是你觉着热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凉水；要是觉着凉的话，这边还有热水。以后你要是对水温有什么要求，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准备。傻啦，不知道我叫谁呢？就是有点突然。要不你也一起泡？我给你洗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一起泡吧。快点啊！小韩啊，来电话了，说呢，让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儿呢，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。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。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，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
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小韩呀，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来看他。他爸妈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他也不愿意别人啊知道这件事儿。他5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离婚了，他呢就没人管了，奶奶呢就把他接走给带大了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带着他呢又都不太方便。奶奶去世以后啊，他就更没人去关心他了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你说他现在这样哈，无依无靠的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呢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我都不管他了，他不是就更没信心，更郁闷了吗？所以我不管小韩之前怎么跟我闹，我都没说不管他，就是想呢让他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信心。你看啊，要是站在一个普通朋友角度来看，你也不希望你老公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呀，啊！但是道理我都懂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庭，那我也得考虑你的感受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我想呢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到时候跟小韩呢，好好的说一说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头磕哪儿了？你给我看看呗。这儿。哎呦，疼。我起大包了都。哎呀，那我抱你一个啊，别生气了啊。哎呦，38度7，烧的可不低呀。妈妈，喝点水吧。哦。妈，你太没出息了。妈妈怎么没出息了？我都没事儿了，你还这样，怎么让我过得更好啊？你听见，小莫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实在是太对不住你们这一老一小了啊。知道就好。功课做完了吗？还有一点。快去，就做完了。阿公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好。林伟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恢复起来，总得需要一个过程。是。原来我没觉得，还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。但真正离了以后，才发现，原来这16年我的生活重心都在他跟这个家上。突然现在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好像塌了一样。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是啊。对了，你小的时候啊，爸爸没少带你去海边，你总是哭啊哭啊，你没少哭啊。可你后来呢，慢慢就不哭了。等你不哭了以后啊，学习成绩就开始好了，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呢也开始好了。爸爸什么意思呢？林伟的这件事情啊，毕竟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把它放下。等你把它放下以后，看问题的角度啊，就会发生改变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爸，您说我那个时候从哭到不哭，用了多长时间？哎呦，这我可回忆不起来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小莫说的对，我是有点太没出息。俗话说得好，
排毒养颜，只有先排了毒，然后才能够养颜，这是谁也跳不过去的一个过程。排毒养颜。原来听您说话，我觉得特啰嗦没重点，没想到今天江校长说的话还挺有趣。从今往后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就是别像今天这样玩消失就行了。谢谢爸。爸啊，我有点困了，还想睡觉。这就对了，想睡呢你就睡一会儿。明天呢，我再到医院去，给你取点药啊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有点儿，这护具啊，又重新戴上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昨天是我坚持要走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夫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他说，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你们别骗我了。干嘛那么悲观？脚不都能动了吗？嘿，你这真心话还是假慈悲啊？你要认为这是真心话，那就是真心话；你要非认为这是假慈悲，好歹也是慈悲嘛。哼，骨头汤。下回不想喝骨头汤了，真的喝腻了。行，你现在是老佛爷。哼。一凡，哎，爸，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来帮你姐呀取点药。哦，你先别管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谁住院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雨明跟我说了，说你们已经和好了。既然和好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你这叫好好过呀？我再好好过日子。你在什么好好过呀？再者说了，谁听说过现任妻子去照顾自己老公前任女朋友的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担心你姐，又担心你爸爸，才这么委曲求全的在人家家里过日子呀？你想的有点太多了吧？你还笑得出来？我都想替你哭。实在不行啊，你也跟我回家来住，爸爸还照顾得了你们。你不能够为了你姐，为了我，就在人家家里憋屈着过日子呀。我没憋屈啊，雨明现在特别好，真的，他特别好。再说你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呀。你结婚过婚姻生活，不就是遇到问题就得去解决吗？我这要跟你回去了，那不就是最差的一种解决方式吗？再说妈临走之前，不也是希望我们能幸福吗？你都知道了？对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哎，反正我就知道了。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好吗？好不好都在我自己。爸，您呢就别操这个心了，回去照顾好姐就行。是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爸爸能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。再者说了，爸爸不是万能的。是啊，你看你白头发又变多了，所以别操这心了，真的。哎，聪明姐现在对你怎么样啊？还去买那些保健品吗？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哈哈，你别问这，赶紧跟姐送药去吧。等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好吧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说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壮观了，还到处瞎溜达呢？你说我挺着这么大肚子才操心你的事儿，我多仗义啊我！啊，依林那边又出状况了，感冒了，没什么大事。哦，你现在就让他多开心点儿。哎，我说
你现在多好一机会，你按兵不动，是不是要把我急死啊？你赶紧出手啊！这我出手，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啊？错，这叫雪中送炭。依琳姐现在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，也是最怕谈感情的时候。所以你要拿捏有度啊。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搁以前嘛，当然也不难，而现在放在依琳身上吧，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。果然是真爱呀！这不是要请你帮忙吗？行，给你支一招啊。你觉得依琳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休息、疗伤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我可以给她时间。你说的都对。但是呢，依琳姐现在的状态，她很快会走出这一步。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。这个我已经帮她问好了，会计师事务所。她原来不就是从事务所出来的吗？我想她肯定愿意从那儿再重新开始。哎呦喂，果然是情场高手嘛！啊，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？我看你这婚后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滋润的啊！那是必须的，全是感动，全是惊喜，你就羡慕吧你。哎呀，对我们单身汉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嘚瑟呀？咱点人品。苦啊，像生活一样。哎，你感冒要是好了呀，就出来坐坐，透透气儿。妈妈，你坐，给你表演魔术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变魔术了？老公，哎，来了！1、2、3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变出钱来了，多俗，妈妈不喜欢。我的魔术怎么可能会俗呢？老公，来了！看好，这是钱。走你！当当当，这还行。还会别的吗？当然啦，老公，来了！1、2、3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小船，妈妈送给你。妈妈不会变啊。你就完成最后一步，很简单，把船打开。船打开。哇，宝贝儿，你怎么考得这么好啊？真棒！但是啊，不许沾沾自喜。不会的，魔术怎么样？为了练好魔术，逗你开心呐，整整在他姨父那儿啊练了1个星期。真的？真的。嘿，妈，我最喜欢看你笑了。妈妈呢，有一些垃圾需要清理一下，给爸爸点时间啊。就咱俩人还整杯酒干嘛呀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对小莫那么好，孩子现在特懂事儿，每天都在哄我。以前呢，总把他们当孩子看，老觉得是我们大人在照顾他们。但是现在才意识到，别看那么小个人，能量还挺大。是他现在啊，可懂事了，我特喜欢他。刚刚跟那位办完离婚，我的确有点找不着北。可是现在每天看着我儿子，觉得心里特踏实，他才是我最重要的。所以为了他，我也得让我自己强大起来。来，玉明。哎。你教小莫变魔术，你自己也费了半天劲吧？没有，我多聪明一人啊！谢谢。哎，举手之劳，真的。我觉得你变了，好像比原来担当了。我妹妹没白回头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之前常陪我来看你的那个人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爸爸为了我的事儿，最近都瘦了。
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一个老头，现在话特别少，只见着他对着您的照片一个人叨叨。回头您就劝劝他，让他想开点儿，保佑爸爸平安吧。我挺好的，妈妈不用担心我。小的时候跟爸一起，每次爬到这儿，总觉得好高好高。小时候多少好玩的事儿啊！嗨，让你吓我一跳！哎，以后得把日子过得漂漂亮亮的。我要把原来的江一林重新找回来。江一林，江一凡，你在哪儿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家里的钥匙，我留着也没啥用。你扔了吧，反正门锁我迟早要换的。找我就这事儿啊？还有别的吗？我想见见小莫。你之前没跟我说呀，他也没说要见你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。依林，你该撒的气也撒了，我也辞职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不是秦山辞职了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聪明的女人。依林，你能不能别提秦山了？我就是想儿子了，我想见见我儿子，行不行？以前每天早上上班，晚上回家都能见着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别这么没劲吗？当初是谁呀？我带着儿子去公司楼下找你，你根本就不见我们。小莫都喊成那样，你还装听不见？怎么了？在哪儿受委屈了？非要在儿子这儿找温暖？对了，正好告诉你一声，你的微信我已经删掉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，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可以直接跟我发信息。